我决定狠狠报复我妈。她曾经不仅扼杀我的梦想20多年，她甚至还认为我在北京影视圈辛辛苦苦的打拼是闹着玩。在她第101次劝我回家考编的这一天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小时候逼着我表演节目，长大我逼她录自我介绍。趁着母亲节，我把我妈骗来了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漂4年，破釜沉舟想混出个名堂的女演员庾淑田。由于我是我们家祖孙3代10里8乡唯一的一个演员，所以说家人对我的工作一直保持怀疑态度。我妈甚至讽刺我，与其在北京浪费光阴，不如回来找个正经的班上安稳过日子。俗话说得好，质疑子女没法理解子女，那就成为子女。今天我要将我的妈妈暴改成一名演员，让她体验一下北漂演员的一天，以此证明我没有虚度光阴。而我的妈妈也是勇敢的从老家远赴北京鸿门宴了。首先给我妈备齐演员的 casting， 还有自我介绍视频。我妈以前常说，念书不好的那些人才会去做演员，演员不就是对着镜头臭美就可以赚钱吗？还能有当老师难？今天我彻底让她体验到了能够自然的面对镜头，并摆出好几个适合自己的 pose，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好在她在我1对1的指挥下勉强完成这一环节。做演员还必须有一个自我介绍视频，向导演和选角推荐自己，而录制自我介绍视频这一关，直接把我妈尬上了天。导演你好，我叫曹翠霞，身高1.67米，体重68公斤。作为一名初中高级教师，我妈有着她为人师表放不下的包袱，不管我怎么劝，她都放弃了录制自我介绍，所以只好给她做一个简单的纸质荐组资料，以便下午跑组使用。跑组就类似于工作面试，就是演员带着纸质资料穿梭于各大剧组，将资料投递给选角导演，以寻求出演机会、合作可能。酒仙公寓。我要让我的妈妈知道，就算我不拍戏，在北京待着也没有闲下来，我每天都在穿梭于各个剧组，自荐我自己。今天的酒仙公寓有1个戏正在筹备，然而我妈却在进门之前打了退堂鼓。我妈学的是师范，毕业的工作是分配的，从来没有参加过面试和竞争的她，实在没有办法低三下气的进去把资料递给别人寻求机会。然而作为一名真正的演员，这样子的低三下气1年要经历100多次，也可能会被拒绝100多次。跑组失败之后，我把我妈带到了市里的商场，本来打算随便逛一逛，但是我妈非要给我买一套拿得出手的衣服。我跟她说，北京的衣服太贵了，实在没有必要买，我平常拍戏穿剧组的衣服就可以了。但妈妈却说，先敬罗衣后敬人，你在鱼龙混杂的影视圈打拼，到处美女如云，有一套拿得出手的衣服，也能让你平时跑组的时候受人尊重一点。那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经过这一天的体验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理解还是不理解我。总之，他连夜跑回去上班去了。常来玩啊！你再叫我跑组我就不来了哈。汉娜，你得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哈。见，拜拜。箱子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妈妈，拜拜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2代人总试图掰正对方的观念，直到某天突然察觉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终只能隔岸相望，各自牵挂。妈妈这趟风尘仆仆的赴约，不是为了和我犟对错，她只是将牵挂揉进这2箱家乡味，而我日后是否能站在聚光灯下，或许已经不重要了。忘了回头看。